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情感导师严品红严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情感导师曲伟曲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米娜老师。好了，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。各位请看。你总是喜欢管着我，遇到事情不是一味否定我，就讲你的大道理。你真的太幼稚了，脑子里只有吃喝玩乐，正事一点都做不好。我说你也听不进去，你就不能成熟点吗？根本就是你家对我有偏见，处处为难我。你妈妈的想法太固执了，还一直阻挠我们结婚。你一直催着我结婚，但你自己都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。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刘先生24岁，广告策划，来自四川；张女士25岁，来自四川，广告策划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同事吗？以前算是同事，现在已经离职了。就是因为谈恋爱所以离职是吧？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嘛，所以我选择离职了。啊，谈了1年了？2年，1年多吧。1年多啊，快2年了。现在咋啦？是这样的，就我们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后面查他手机，我才发现前几个月他一直玩社交软件，聊得可嗨了，还跟女的说啊，你长得挺高的，我对你好像没有免疫力。然后小姐姐，你出去喝酒带我出去喝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跟我谈恋爱？我那个时候没收心而已，我跟他们只是做普通朋友，正常社交而已。那行，正常社交。还有主持人更过分的是什么？他跟我谈恋爱的时候，还跟他前女友一直有联系。那时候我跟我前女友因为谈了很久嘛，她放不下我，所以说我不能对她太狠，只是回消息而已。回消息，我说我可以理解哈，因为毕竟2个人嘛，之前的感情我可以理解，我给你时间。但是拖了这么久了，都是我最后我去查他手机，我才发现他们一直有联系。我只是说了话而已，又没有什么东西。没什么东西，我去套他兄弟的话，他兄弟跟我说，他有问题，对我没新鲜感了，厌倦了，想跟我分手了。我真的我受不了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直接离家出走。他急了，他赶紧给我发短信打电话，就说赶紧让我回来，然后跟他前女友分手嘛。哦，那后来前女友这事儿都处理完了吧？是他删除了人家，也算是我帮他删除的。行，那就是说在恋爱初期的时候，男生还不是特别稳定，没有收心嘛。现在算收了心了吧？算，但后面中途也有很多小事情啊，就他特爱管着我，给我安排事情哈，我没去做到，他就一直骂我，说教我。就有一次他让我去给他充那个电费，我工作忙我给忘了，我也忘记给他说了，我也挺不好意思嘛，他就一直说到我睡觉。连这小事你都做不好，你没时间，你没办法。巨聪，你告诉我好，我巨聪 OK 没问题。他告诉我了吗？你尊重我了吗？关键是我也跟你说了，我也挺不好意思的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心里面也挺有愧疚的呀。但你一直在说教我，你像一个领导一样对你的下属，你这不行那不行的。这个女生上来喊吧，我一直认为在他们的这个关系当中是女生管理男生，结果女生这么说完之后，突然发现是一个错觉。原来在现实生活当中，管理者是他，对吧？就其实他会经常的说你，对，然后经常的批评你，甚至说教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你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是吧？对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回下班了，我工作也忙完了嘛，当时也没离职，我说我等你，他就说没事你先走，但我想跟他一起回家的，我就没事我就在那儿等嘛，等着就突然发高烧。本来疫情期间大家知道，就发高烧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。对。然后我不舒服，我就去楼下到保安那里，然后量体温38度几，保安就慌了，然后问了我工作地址怎么样的，还让我一个人在那休息。我觉得我休息了，等他忙完了我们再回去看病也可以。但我万万没想到是保安直接就上我们公司，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就找到了他直接就下来了。虽然说带我去看病带我去检查，但是一路上也是在说我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要说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外面下着雨。就我们家的路上，就突然他就给我发脾气了，就说我这不行那不行，还要跟我闹分手。我发了高烧，外面下着雨，你要说教我，还要跟我说分手，我不知道怎么
这件事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上下班一起嘛，都经常见着的。我那天叫他早一点回去，我那天知道我就晚上加班可能会加得很晚，他不听我的，这就发生这种事情，这我就觉得很窝火呀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可以，他回去了，这我下班回来，我陪他到我们那边有一家很近的医院，完全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了病，这再回去。而且我对我们公司那边又不是很熟，又不知道医院，大晚上的去找医院，找了这医院看了，做了核酸检测之后要回去，从那个医院到我们住的那边至少得有40公里吧，大晚上1、2点钟，40公里的路程，你考虑过没有？生病是我能预见的吗？我跟你说了，叫你提前回去啊。行。所以男生实际上面等于当2个人出点事儿的时候，男生的这个抗压能力或者处理问题的能力有点弱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，就我们消费观确实不一样。我呢，我就喜欢就是说跟朋友一起吃喝玩乐，他就蛮节约的。有一回啊，我的朋友跟他朋友一起去密室嘛，可能一个门票大概要200、300，当时他就直接翻脸了。当所有的朋友跟我翻脸，说你们去玩吧，我在外面守着。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哎！就这件事情，他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他把所有朋友直接带过去玩密室逃脱，他没跟我商量过呀。他明明知道我应该不会喜欢玩这类的游戏。好，他既然带我们去了 ，OK， 我尊重他的意见。我说你们去玩，我在外面等你们，这有错吗？请问？这里没错。那我想问你，你过生的时候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我没让你花1分钱，那个菜可能有点贵，1000多，他也是直接当服务员面跟我2个吵架。翻脸走人，我怎么拉了他，他直接把我手一甩开，走人了就，我就一个人就愣在那里。服务员都还问小姐你还吃吗？我说不用了，真的。本来那天是这样的，主持人，我过生嘛，应该以我为主导啊。他带我去吃那么贵的菜，我觉得我们没必要，完全大家一起回家自己做小菜，请朋友来吃一下，我觉得也很开心啊。他硬是要带我去吃那么贵的菜，我觉得没必要。就是每个月工资也不是很高那种，没有达到那种消费能力。带你过生，我想请你吃顿好吃的，有错吗？我想对你好，有错吗？你们这恋爱谈的是挺累的啊，对，处处都不一样啊。还有一回，主持人，就我们自驾游去泸州，结果在路上的时候开导航，我自己拿着手机嘛，他开车，导航声音就没有弄好，就导致了他开车没看到路就到了罚单，也是从头骂到尾的那种，就一直怪我，他要看嘛，要不是你，我能倒罚单，他要不是你出来这么多事儿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不出来，我们就没有这些事，我出来了，所有的事儿发生了全都跟我，对吧？第一件事，他说他要出来，我本来其实不想出来的，他跟我闹脾气，好，我说 OK， 我听你的，我们出来吧。本来我开车的时候，我叫他给我弄一下导航，他不会给我弄，我前面不知道怎么走，我就走过去了，结果找违章了，这我就很生气。哎呦，你们俩为这点事儿至于的吗？还有的，我们很晚才到那个泸州，我们当时为了节约钱，说第2天能好好玩嘛，他就商量，就我们俩节约一点钱，在车上睡一觉，然后也觉得新奇嘛，就是说行，在车上睡，到第2天早上7、8点醒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哎，这边有一个黄驿镇可以卖桂圆的，然后我们去买点桂圆，我们一上午就驱车到那边去。就买了1上午的桂圆，还爬山弄了1上午。可笑的是什么？你真的弄完了，啥也话没说，带我去吃饭，1盘饺子完事儿，说打道回府。我累了1上午，你当我苦力呢？1盘饺子打道回府，你跟我说过你这些安排了没有？不是这个事情，原先我们打算的是上午去把这事情弄好了，之后我们下午去玩嘛。但是谁知道中途有变故，1点多了才弄完，弄完之后再去吃个饭，大概2点多3点，我们再开车过去了，可能就4点了。景区大概5点多关门，我们觉得1个多小时去玩没必要的，其实我觉得。你没必要，我觉得有必要。我是出来玩的，而你却是让我出来工作，工作累得要死，然后就走。摘桂圆不是也是玩吗？采摘不是也是玩吗？累呀，采了几百斤的桂圆。那为什么要采那么多呢？他说回去还可以卖，因为成都那边卖的话就6、7块嘛，这边才不到1块钱。行，没事儿，这我觉得都还好办，都还好办，啊。最主要的这主持人就他们家里面。就让我接受不了。有一回他也没跟我说，就哎我到你家，所有亲戚朋友都在，我该注意什么。然后我以为他跟我家一样的，因为我在家就属于可以喝酒嘛，我就去他们家过年嘛，就一起大家吃个饭。在饭桌上呢，他喝酒就带动我喝酒，喝高兴了。他说来，我们2个玩酒圈，划酒圈。我说好呀，就被他妈妈看见了。
他妈妈就旁边就说我是喝烂酒的。哦，我一开始还真不明白那个喝烂酒是什么意思，我问了他，他告诉我的还是他喝烂酒什么？说我爱喝酒，喝完酒作风不好，哦，就乱来。你妈妈要这样说我，你在损害一个女孩子的清誉，你明白吗？你还理直气壮的就跟我这么说的，说你喝烂酒。那天就是因为家里面过节，我问他要不要喝点，他说要喝一点。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我爸妈，他们会觉得女孩子喝酒啊有啥的。我们两个就喝嘛，喝了之后又划拳，我妈当天晚上就生气了嘛。这种，你就跟妈妈说一句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不就完了吗？也别传这个话。我给他说了，但是我妈她不太相信我说的话，她觉得她眼见看到的东西就比较这种，而且她也不知道收敛一点，就是在亲戚朋友面前。我在我们家就这样的，甚至我父辈那边还说要教女孩子喝酒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要出去谈客户，你喝点酒，你也知道自己度量在哪儿。我没有说在你们家耍酒疯吧，没有说张口一来就脏话满天飞吧，还更过分是什么？我身体不好，有点那个子宫肌瘤，然后父母是医生嘛，我问过父母说会不会影响到我身体啊这些，然后我父亲就说没关系，就咱们做一个小手术。我不知道他妈妈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，就跟他说这是老年人得的病，不是年轻人得的病，是我以前作风不好，到处爱玩，还说反对跟我结婚，然后一定要跟我说分手的。我妈她因为她比较传统，她看到别人大多数生的这个病，她就跟我说嘛，这我就直接给她说了，我也没什么做隐瞒的那些东西。我就搞不懂了，在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们家人，尤其是你，应该关心我的身体怎么样，而不是关心你家人怎么看待。你关心过我身体好了没有？我妈她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啊，为我着想，就是觉得我就不对了呗，一些东西就我啥都不对了呗。你去手术了吗？还没呢。你这事儿你跟你妈解释过吗？我跟她说过呀，我觉得你介意吗？我其实不介意，但我妈他们那个没事。他很在乎他爸爸妈妈说的每句话啊，然后他爸妈说的事情，全部就会转给我听。我觉得这件事没必要对他撒谎，就算我不直接告诉你的话，你去家里面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一些态度、一些东西啊。我父母就对我也没说啥呀，为什么你父母就还要求这么多？我就搞不懂了。你站过我的，你想了没有？不，关键是你男朋友介不介意，在不在乎啊？他说不在乎，但他天天在我面前说呀，他说他父母怎么样，父母怎么样，这给我压力也挺大的呀。还有就是，我跟他提过什么时候结婚，他没钱，我跟他说过，你没钱我都愿意跟着你，我们俩就把结婚证领了，无所谓的。他就还来一句你好可怕，我就不知道我可怕在哪里。就关于结婚这个事情，我觉得真的需要一场好好的婚礼嘛。还有就是彩礼啊，各种问题，还有结婚之后我没有找你要吧？我甚至我跟我爸妈说，我说喜欢你，我说你的压力也很大，我看在眼里了的。我没说我不去工作，我在家里面吃你的、穿你的、用你的，我跟你一起奋斗。不可能的，他们那父一辈和我们。哎，你想不想娶她，臭小子？想啊，娶呀。但是他父母到底同不同意，我也没清楚。人家父母同意啊。人刚才说了，还担心什么？还有就是我父母他的一些问题啊。行，你父母不同意呗？对吧？还担心什么？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之后要买房子啊那些。人家没要这个，还担心什么？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经常吵架吧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真正得到一些东西去解决。哎，所以问题的核心在这儿，一个愿嫁，一个不愿娶。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，如果这个男生现在愿意和你结婚，你宁愿不要彩礼，宁愿不要婚礼，也愿意嫁给他。愿意啊。但是他不愿意。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这段恋情应该是你主动吧？对。是你追的他吧？对。追了多少时间啊？有2、3个月。追到手了。但也正是由于你的主动，你看到了他的有恃无恐，而且他的小傲娇是一直写在脸上的。你们这段恋情，男生是牢牢掌握着主动权的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绝不妥协。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生，
你就要学会为爱让步。该妥协的时候需要妥协。生活当中往往是女生要彩礼，要婚礼，但现在她义无反顾啊，她不要一切物质啊，就是想和你结婚啊，这就是一块试金石啊，已经试出来了。我们说，在爱情的过程当中，女性的智商适当的确实会下降，但也不能降到深渊呐。你的智商，请回到地面上来去审视一下，好吗？谢谢。今天在场上听着是女生声音特别大，似乎都是她在指责男生，但实际上，你这么大的声音，正是因为你内心无比的脆弱，把自己在这场感情中放得无比的卑微。你都已经看到了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你发着高烧，这个男人对你的状态，那种不想负责任、那种想甩包袱的状态，你都感受到了呀。你不觉得这个男生对你根本没有那么用情吗？我不反对女生在爱情中主动，但是我们至少位置要平等。如果关系不对等，这段关系你永远抓不住；如果情感不对等，这份爱情你求不来。但老师有些时候他对我还挺好的，因为我他要再没有一点好，你不更可怜到极致了吗？你还用来呀？所以请你认清现状，这个男生就是这样，他的父母是看到你喝酒比酒权啊，会对你有一些可能偏颇的认知。但如果他爱你，如果他尊重你，他会跟父母说，你们不可以这样说他，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。他有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他为什么不尊重你？为什么不给你尊严？你还不明白吗？男生可能在最初是被这个女生的追求而打动，可能他身上也多少有一点你喜欢的地方，加上一个女生这样的把你处处捧在高处，你可能也感觉挺舒服的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想数落就数落，你可能也享受的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感受。但请问那是爱情吗？你真正为这个女生燃烧过吗？人家都说要跟你裸婚了，你还说你好可怕呀？是呀，你不爱他当然觉得可怕了。这个人要把他的后半辈子放在我身上，我吓死了。所以该享受的也享受了，咱们正视这段情感。真觉得是负重前行，那你也减减包袱，你也别拖着姑娘，你觉着呢？谢谢。女生这么着急想和他结婚，到底图什么？我想跟他在一起。图在一起就可以了吗？现在你们也在一起啊？因为在我眼里他蛮优秀的嘛。哦，工作，他带给我很多优秀的地方。对，他都在你的事业上影响你积极的向上，是吗？对，特别影响我向上，包括他工作态度啊。为了一份工作可以不用吃，就一直要忙工作。你可以把他当成朋友啊，这样的朋友我们结交起来也很好啊。但就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？喜欢他。那现在为什么要结婚呢？他明明是不想现在结婚，你都说了我不要房子不要彩礼就要跟你结婚，他说好可怕。你到底图什么？你图婚姻之后带给你的安全感，因为从你的这个恋情开始到现在，你始终缺乏了安全感。你始终不能有把握自信对自己说他是爱我的。你以为他传的母亲那些话就完全就是母亲的想法，而没有他一丝的想法吗？错了，母亲只是一个借口，传话只是一种形式，但他会告诉你，别那么着急来跟我结婚，你还不配。他就是在这么羞辱你啊！你还这么上赶着呢？他能为你做什么呀？在那个特殊的时间，你发烧了，你心中你慌不慌啊？你需要不需要一个爱人挺身而出，说我陪你？他做到了吗？满嘴的埋怨吧，你耽误我的事儿了，你甚至给我的公司还带来影响了，对不对啊？姑娘，好好想想吧，先不谈什么结婚，能否在一起谈下去这个恋爱？恋爱不是单方面的付出，他给你的回报是什么？你要去审视，好吧？恋爱之前先多爱自己吧，他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就这样。谈恋爱谈得这么难看，为啥这恋爱还非得继续下去？还非得上杆子的非他不嫁呀？这男人就算再优秀，他是一件极其美的衣服吧？就像是我们女人，哪有一个人去买一件极其美的衣服，只为了自己穿上了以后像个小丑？你从上场了以后，你
不优雅、不从容、声嘶力竭、咆哮，整个的这个状态是你喜欢的自己吗？不是。当你和他的恋爱谈到你只剩下这样的自己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段关系还要吗？女孩子总是爱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图跟他在一块儿。你什么都不要，只是为了得到他，得到他以后你想要的一定更多，但是他就是给不了。你什么都不要的那些他给不了，你想要的更多的他也给不了，你眼前让他给你的一点爱和尊重他都给不了。刚刚曲伟老师说的特别对，就是妈妈所说的那一些，真的有的时候还真不是他妈说的，就是他的话，借妈妈之口让你自己知难而退。他做的那么多事情早就该拂袖而去了，你怎么一直不生气？把你扔在餐厅，你怎么会不生气？把你扔在朋友那里，让你下不来台，你怎么会不生气？他哪一点宠你、爱你，哪一点让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好了？你说老师他还是有一丁点好的，我们要是天天不给一个人饭吃、水喝，他早饿死了。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还不让你死，我3天2头的给你一点水，给你一点饭，于是你要死不死的在这里挨着。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，他心情好的时候给你点粥粥水水，我倒宁可他对你狠一点，这样你还可以走得快一点。小姑娘家家的又漂亮，人性格也还大大方方的，没必要因为她变成一个声嘶力竭的人。停止去爱那个会使你变得不好看、愤怒、自己都厌恶自己的人。哎呀，不爱了，不喜欢，就放手嘛。对，何必呢？其他我觉得都可以忍，有一件事情是绝不可以忍的，就发烧那件事情，心里透着嫌弃，心里透着不担当，这太靠不住了。你要不爱，你就直接告诉他离开，而不是羞辱他，好吗？一起进入真情热水。我觉得首先是关于咱俩的事情，因为最开始的话，其实我和他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说的是让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，就我发现他做的还是很多错的。到后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行，我就必须要去说他。之后还有就是关于老师说的那些话，其实我妈妈说他一些东西，其实我给我妈妈和我爸爸都承诺过，都去说过，但我爸妈就是不相信。他其实心里也知道，我完全没有嫌弃他长得什么子宫肌瘤啊，长这些问题，我说没问题，我说自己去处理就好了。但我妈妈也给我说了，我就给她说，因为我妈每次不高兴或者我们做啥事的时候，她跟我说了，我就直接给她说了，她跟我说什么话，我就给他们说什么话。你怎么那么爱惜你的羽毛啊？你辩驳这些有什么意义啊？其实姑娘不就要你一句话吗？爱不爱我吗？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吗？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嘛。你爱不爱他？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娶她？人家不就要这个东西吗？避重就轻的在那儿辩论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要爱一个女人，你怎么会看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呢？看清楚了啊，没啥好说的了，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主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请关门啊！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，请开门。还来了，这就是生活嘛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我们都离过婚，都是上段婚姻的受害者。本来以为在一起可以相互依靠，可是没想到我们相处时间不长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矛盾。他对于上段感情的处理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样，我心里很在意，但他从来没为我着想过，还总是嫌我没事找事儿。他的性格没我想象的那么阳光，而且生活中我们存在的差异，他从来不会迁就我，所以我看不到我们可以相伴后半生的希望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王先生45岁，来自河北电工；卢女士45岁，来自河北快递分拣员。欢迎两位哈，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是吧？对。
因为都净身出户，所以觉得同命相连，对于是，在相亲的时候就看上了彼此，对，想抱团取暖，是吧？对，是，现在已经在一起1年半的时间了，大半年多了。对，哦，才大半年多呀。对啊，然后就出现了问题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感觉我看错人了。哦，因为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，然后就是说认识了，然后彼此一聊吧，就是都离过婚，然后都是净身出户，我们都属于被欺凌的一方，可以说是，所以这个我感觉同命相连，能有共同语言。这不才半年吗？怎么就觉得错看了呢？过了半年以后，我感觉现在我更惨了，我是被他欺负了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会欺负你呢？其实主持人是这么回事啊，离婚已经7、8年了。还没事的，还跟他那个前妻、孩子他们总在一块儿吃饭聚餐的，你说我能心里好受吗？其实这个事儿吧，不是他说那样，因为我离异已经7、8年了，一直都是跟前妻像朋友一样相处。但是今年呢，赶上我这个孩子高3，我前妻吧，她是上班3班倒，她就给我配把钥匙说，你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不在，你就可以给孩子做个饭呐，让他回家吃口暖和饭。虽然离异咱孩子没错是吧？我其实跟前妻没啥，就是给孩子做饭这个事儿，他就感觉不行，老跟我胡搅蛮缠。确实跟前妻一刀两断了啊。对，肯定是一刀两断，不一刀两断，我也不可能说再跟他这个谈恋爱，跟他见面啊，那也不是人干的事儿啊。行，所以但是这件事儿您觉得有问题是吧？非常有问题，不是他这么说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给孩子做饭吧，都是过来人，都有孩子是吧？肯定不是说我不让他做饭。你要说给做饭去，你告诉我这事儿总可以吧？我不是以前跟你告诉过吗？然后偶尔忘告诉你一下，这也没啥呀，我感觉你应该理解呀这个。而且你忘告诉我，而且我去做饭吧，不是说我定点定时规定哪天都一定，是他倒班我也不知道哪天，然后他可能有临时给我打个电话说你来吧，那我去了，我有可能就是忘告诉你。那你为啥会忘啊？这事那边来电话了，你马上都收过去了，你想过我感受吗你？如果我不忘，我肯定会告诉他呀，是吧？告诉你呀。行，你会觉得他管你管多了是吧？这就算其中之一吧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有就是吧，这个孩子他老对我们一直都特别好啊。然后我离婚以后吧，逢年过节呢，我这个还像往常一样，就是看看老人。其实我买东西看吧，我也不是不给他老妈买，我是买2份礼物，我买都一样的东西。然后他知道以后，他就说啊，你跟我谈恋爱，现在我是主角吧，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比给你这个孩子姥姥买的多一点啊。地位我要显得高一点啊！主持人，这有啥争的？这东西不是说那个礼物的那个礼物多少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礼物其实无所谓，都是他姥姥总想撮合他跟他前妻，那你说他们总见面，揪来揪去的，再揪回去，我担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避免让他们接触。是这样，得听我说，他老这么说，他好像把我说的这个，有点渣啊。其实我是跟前妻没有任何的瓜葛，为啥他瓜葛这些事儿啊？因为我们都离异，但是呢，他背着外债出来，然后他跟前夫吧，他像仇人一样，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然后呢，他想让我呢，也跟前妻那种感觉，就是不能跟他们家人任何人有这个往来，就是一刀两断。其实他就是活在他那个离婚的那种阴影里边。主持人，所以这种状态我感觉他都是特别会想象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是活在阴影里，我能跟你处对象吗？孩子和孩子姥姥的问题听懂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现在这不我们处大半年，我们在一起吗？在一起吧，他总感觉，因为我本身都给生活费，然后这孩子有时候打个车了，有个啥事儿啊，他会跟我要钱，然后呢我也给。他为了说让我们这小家过得更好一点，他就让我把这个财务交给他来管理，然后呢我要钱跟他要。哦，他要收你的财权了。对，收我的财务权。我要你钱，我又不花，对吧？我只是避免你总给你前妻他们呢，他总是三五头的把钱给他们。不是你们俩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没结婚，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。那也不能收人的钱呢。这个收钱吧，我也不是特别反对。为啥呢？因为他当时背着外债离婚出来的，搞对象的时候吧，他本来他是不愿意的来着。他说呀，我背着外债，我也不想连累你。然后我说呀，我可以跟你分担一半，咱可以共同还。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，还吧，他就嫌我还的钱少。我没有说把钱管过来，然后我还外债，我不是那样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处对象了，对吧？你把心该收我这块来，
重心放在我这块是对的。你关心孩子可以，但是你太频繁了，对吧？那我肯定往别处想。我毕竟有一次那个是被抛弃的经历。等于在经济上面，女生现在想管理男生，是这意思吗？对他管理这个事儿吧，我不是特别反对。最可气是这个事儿，他都认为我是冤大头，说你当时钱也都给人家了，现在房价也涨了，是吧？咱这个租房子生活条件这么差，他鼓捣我，让我呢跟我前妻要一半房产。其实他的目的，我感觉就是哎呀，非得挤兑着我，跟前妻因为这个事儿闹翻了。这事儿我也不能干呢，我一个大老爷们都这么多年了，我能干这事儿？这也不人干的事儿啊！你还希望他把过去的财产要一半，重新分配财产是吗？我这么说都是像他说那个，不让他们跟他过于频繁的接触，把钱往外掏。懂了，钱上面反正也合不来，以前的关系处理上也觉得不合适。你们俩在一起怎么样？抛开那些东西，我们俩现在在一起生活，就简直，我感觉生活不了了在一起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都是倒班不固定，他加班也，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吧，能加2个小时，不加1个小时，就是比较吃苦。这个我也挺认可。但是你这个晚上11点回来，不管是12点回来，他买一些这个卤串啊，这都是所谓的街边的小摊的一些东西，在那儿大吃大喝。然后呢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看我这身材，你看比较注重养生，比较讲究。然后我不吃吧，我还闻着这个味儿挺难受。我吃吧，我还吃不下那些东西，矫情，你知道吧，主持人都矫情。这个我不让你吃也是为你好啊！你说这啥身材了？跟我一般高吧，这身材差不多。你这属于人身攻击，你知道吧？都是身材咋了？这我其实不也是为了他好吗？就是说你吃没吃吧？我将来结了，我搞对象是奔着跟你结婚来的吧？如果你吃坏了，我不还是负担吗？这有啥不对呀？吃没吃？他吃了，你吃没吃？我没吃。啊，你希望他现在不吃宵夜呗？养生是这意思吧？还有就是啊，他想吃，他特别想吃，掺着呢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他那个是特别控制倒是可以，他我想吃我也不能吃，因为我比较自律。好，主要是啥呀？我们2个都倒班，然后吧，有时候就是说难得这个一块晚上在一块吃饭，然后呢，我俩喝点小酒是吧？我在那是开心的喝，他自己在那借酒消愁那种感觉，嘣嘣一喝，喝多了。我一扶他啊，哎呀，赏我呀，打我呀，然后说你这个啊，你这个千刀剐的，你这个不是东西的，我之后我跟你道歉了吗？对吧？但是我也不记得了。这个我也能忍受，一个大男人吧，你打我2下你打不疼，我也能承受。后来几次以后吧，一聊天啊，真正的原因我才受不了。这啥原因呢？他说我跟他前夫长得特别像。其实吧，我跟他前夫长得一点都不像，我看见过相片啊。你说我身材也不像，个头也不像，模样、鼻子眼都不像啊。唯一的像点就是我的这个头型，头型一毛没有。这个头型，他把我害得我替她老公背黑锅呀！这黑锅我背的有点冤呐。啊，那我之后不跟你道歉了吗？还想法了，对吧？给你买黑芝麻糊让你吃，让你长头发，对吧？那生发液我也给你买，让你抹。对吧？咱对嘛长头发之后，现在啊，是呗？你也别说了，你都是神经病了。为啥？想改变别人的人其实都是神经病，想改变自己的人其实才是神呢。我认为你才神经病呢。他为了吧，为了就是说，你们小心点啊！你们一会儿别被人当成神经病了。就是为了那种那个，让我这个不像他前任老公应该说是啊，他想让我留头发，然后呢。给我买什么黑芝麻糊补肾啊，这个养发，又给我买什么这个洗发水，然后知道哪听来的什么偏方，拿姜抹头皮，那火烧火燎的抹完了，那老难受了。我这多委屈啊！那我这不为你身体好吗？对吧？你说不长头发，你肯定有问题，让医院检查的，不为你好吗？哪有问题？哦，听懂了，精神上也挺摧残的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这个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你看我这个学营养，讲究养生。我吃营养早餐，我这挺对他好的，也给他弄，他不吃，然后我吃。然后还有就是吧，这个运动习惯，我呢喜欢这个晚饭后没事了健步走走，舒缓一下这个精神的紧张。他总让我跟他那个健步走去，我上班我这一天都得走上万步，我回家我还跟他那个健步走去，我是脑子有问题呀！我对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商量也无果。行，还有别的吗？啊，我们这不在一起住吗？他也没跟我商量，把他老妈突然间给接上了。本来租的房子都窄，然后吧，这老人你也知道，他过日子他跟咱的观念不一样，他特别那种会过，
说白了是抠，大热天回家了，开会儿空调吧，他是嫌费电。现在你们住的房子是谁的房子呀？租的房子，谁租的呀？合租的。对，合租。一起花钱吗？过日子合租那你得听听人家的意见呀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当时是没有那啥，事后也跟他那个服软了呗，也不是。行，我就想问问，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过不下去了是吧？对，分手啊。他想改变我。哎呀，分手吧，还有点可惜，这不来这儿了吗？哦。那就说你想当神，你要改变自己，你让我们几个老师当神经病呗？因为你是想让他们来改造他吗？可以互相改变一下，适合对方，但是他根本一点也不改变。那你不是也？我想改变，我随他一半也不行。你不是也想改变我吗？让我跟你似的大把大把的吃这个保健品。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好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确实，两个人因为同病相怜，所以一见如故，所以抱团取暖。对，但是，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，双方其实相互之间也不了解，更不理解。你看，他把自己的前妻视同家人，你把自己的前夫恨之入骨。我问一下大姐，离异以后，孩子是跟前夫的吧？对。几岁了？8岁了。你去看孩子吗？经常？想去看。什么叫想去看？不让看。是你不想去呢，还是人家真的不愿意让你去？也是不敢看，怕看了之后不合适的。这都是理由，但这种理由很苍白，这一点你做得好。当然，我们离异以后跟自己的前妻并不一定要成为仇人。但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，我们相互尊重。有一点他做得好，他管自己的孩子，给孩子去做饭，这是父爱，这是亲情，你做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内心的苦，你还手舞足蹈的诉说着自己的冤屈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痛苦？他很显然，他还没有从离婚的阴影当中走出来，这是他最大的痛啊！你既然同病相怜、抱团取暖了，为什么不帮他、不温暖他一下呢？大姐，慢慢来，不急，重新走出来，任何时候都不迟，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爱。我想那时候的爱才是幸福的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波红兄啊！你看看，几句话痛哭流涕，在心坎里，这叫真理解了。那个假装说同病相怜的，是一点都不理解呀。不知道你之前的婚姻发生了什么状况啊？但是能想象也是想念孩子的，只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去面对孩子，面对过去的婚姻。是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就像于老师说的，你还活在过去婚姻的阴影中，没有从那段痛苦中走出来。我支持你再去寻找一份幸福的感情，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调整好状态，又遇上一个，我不能说他不靠谱啊，遇上一个不能够完全担当，也说实话，人家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帮你疗愈过去的痛苦。你碰上这样的情况，就只能是我这边还不顺，那边又是痛苦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，女士，好好去梳理一下生活，无论是工作和孩子的关系，还是我们对未来关系应该怎么去面对，你要梳理清楚。这老师，你这意思是我不靠谱啊？我能对我的儿子前妻那么好，我以后绝对会对他好。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稍稍的做些改变。我刚才这句话说你不靠谱了，我还替你开脱，我说你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他解决过去的痛苦和阴影。我这个也有义务，因为想我们你有啥义务呀，大哥？不是在场上说了，是吧？这我帮他也对呀，但是杨老师没说你不靠谱，你听清楚，他说有的不靠谱。好，不靠谱的我改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跟你过日子，我的天呀，就被你的碎碎念就逼疯了。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沉默得金？现在我要疯，要疯你走啊！你不就是觉得有一个女人和你在一起抱团取暖吗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能分担你的寂寞。你不就是想这样，自己万一生个病，有人给你倒口水，自己有个什么事儿，家里有个人等着你。你以为你有多爱他呀？你以为你付出了多少吗？
我没听出来。你连给孩子做饭都不跟他知会一声，让他在那儿担心。你明知道他心里有创伤，你都不愿意体贴他去交代一句。不是没有说，我告诉他们，但是偶尔就是忘了。你有多体贴他，你有多爱他，你心里清楚。不要在这儿振振有词，一直指责别人。既然我们是想抱团取暖，那至少我们要少说多做，多去体会他的痛苦。能帮咱帮，不能帮，咱也把自己的事情说好，不要在那儿唠唠叨叨一直埋怨，这样只能让别人说你这个男人没担当啊。我也不建议你们在一起，彼此都没有互相滋养，都是伤害和不如意，何苦呢？即便是再婚，我们要找一个能让自己愉快，也能给对方带来快乐的人。谢谢。大哥，你们俩不是同病相怜，你们俩并没有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你其实现在活得很开心，离异对于你来说是一种解脱，对他来说是一种伤害，你无法理解他的苦。你居然把酒后他这种失态，你当成一种笑话来跟我们调侃，他得多苦啊！你根本就没有痛过他的痛，你也不愿去理解他的苦，谈什么同病相怜？你只想说解脱了，我终于解脱了上一段婚姻的束缚了，我要自由，我要开心，我要健身，我要养生，这是你一点什么都不缺，他是缺的。大姐，不能因为我们受过了苦，所以我们见不得别人好。你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，你有孩子去探望，你有钱去照顾，你居然还跟前妻的母亲搞得挺好，你嫉妒啊，你缺少这种氛围啊，你一定不能有这种心态。人要善良，争取自己应该去争取的，放掉不应该坚持的，你就会获得幸福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我还是得问你是为什么离婚？因为我之前投资做买卖，然后赔钱了。我猜也是不想让自己的前夫和孩子背上这一些债。是，我们都是不想让他们受牵连。所以你也不愿意去探望孩子什么的，宁可让别人觉得你跟他们已经断绝了关系。是这样。你为了保护他们，所以自己出来了。你也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净身出户的。所以对于他来讲，前夫是他心里这个伤，这个伤是来自于在遇到大难临头的时候，你选择跟我真的分开了，而不是跟我一起扛。我为了保护孩子们，我为了保护你，我选择我自己过得苦一点，但我没有想到你真的就把我扫地出门了。所以他一提到前夫他就难过，他知道自己是犯错了，但他原本期待的是我的丈夫能跟我一起背，而不是说你走吧，你自己去解决这个事儿。你在这个时候说了这一句让他感动并且信以为真，这就是他期待的爱情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债我们一起扛，我们一起慢慢还吧。他期待这话是从他前夫嘴里说出来的，因为那是他完整的生活，他的生活的拼图就因为缺了那一角，整个的都碎掉了。他爱的也不是你，爱的就是那一个光着头说出那一句话的人。他期待那个人是他，不是你。你们两个人什么都不合适。我们都说在一起的人啊，得吃得到一个锅里，你们吃不到。下了班能玩得到一起去，你们玩不到。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合拍的，唯独就是过去的这一点经历。但是对于大哥来讲，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动了一些感情，动了一些心，但你更多动的是什么？是我是个好人，你特别陶醉这种角色里头。我是个好人，所以我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前妻。我是个好人，所以我离婚这么多年，我都还去给儿子做饭。我是个好人，所以逢年过节我还去看前丈母娘。我是个好人，我未来的妻子的妈我也会管，我未来妻子的债我也会扛。你再把自己造成神，就像你说的，改变自己的是神。你希望自己完美，你希望自己面面俱到，人人都顾到，但是你的能力只有那么一点。就像你只有这么一口面粉，你非要给它摊一个极其大的饼，会怎样，大哥？这个饼会破。这就是他的失望来自哪里。所以呢，总是在逃避，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如果吵一次架就能结束一段感情的话，那你们这段感情未免也太脆弱了吧？既然这么脆弱的感情，也不值得有什么留恋的吧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